嗨，欢迎大家回来Jo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去瑞士旅行你需要注意的事。一个人去瑞士旅行安全吗？去瑞士旅行之前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记得看完这一集。首先第一点，我个人觉得去瑞士非常重要的呢，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查好天气。比如说你去查尔马特去看马特洪峰，那有可能你去的时候天气不好，你根本就看不到马特洪峰，会整个被云挡住了，你知道吗？所以非常重要，在去瑞士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天气。天气好会直接影响到你去玩的质量。说到天气呢，那就带来下面一个问题：什么季节最适合来瑞士旅行呢？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是夏天。当然春夏秋冬各有各的美，那我个人觉得呢，夏天一个是大部分时间天气是非常好的，还有你穿的比较轻薄，去爬山啊远足啊都会没有那么多累赘，就比较轻松，景色也比较美，而且可以吃冰淇淋对，如果你要冬天去呢，那你也很适合滑雪，但我个人认为最美的景色还是要夏天去，而且你可以玩很多户外的项目，比如说3D 卡丁车啊，或者一些飞行的项目，我觉得可能夏天会玩得更加的尽兴。除非你是喜欢滑雪，那你一定要冬天去了。夏天什么时候最适合呢？我觉得7、8月份是最好的。7、8月份的时候，别的地方都很热，但是瑞士因为是在山里面嘛，所以反而没有外面那么热，你可以顺便去避暑。我这次呢是自驾游去的嘛，那自驾游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呢？首先，瑞士的高速公路是要买高速票的。那瑞士的高速票呢，一买就是1年的，你12月份买的就是买的下一年1整年的票。票价我这次买应该是42瑞士法郎，只要把它贴在你的车窗的左上方就可以了。去哪里买呢？在所有靠近瑞士边境的地方，两边的加油站都能买得到。那这个高速票的名字呢，叫做 Vignette， 记住了。那说到在瑞士开车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违章，千万不要超速，因为在瑞士的罚单会非常的贵，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开。瑞士的酒店呢是要提前一点订，会比较便宜。我这次呢是提前了大概3、4个星期订的，那这个价格呢其实已经不是那么美丽了，但是呢我还是订到了我自己比较满意的酒店，但你的选择就会小很多，因为大部分的酒店都已经被订完了。所以如果去瑞士的话，一定要提前把酒店订好。还有瑞士的 check in 和 check out 的时间，它跟别的国家是不一样。比如它 check in 是下午2点以后才可以 check in，check out 是第二天早上的11点，不是12点了，11点你就要 check out。大部分的酒店呢都会给你提供一个打折卡，我这次拿的基本上是20%的折扣卡。所以你去任何地方买票的时候，你就出示你的折扣卡。当然如果你是坐火车本身就有买 Swiss Pass， 那个折扣更大。来瑞士旅行的话，比如说像夏天你要穿什么衣服，我个人的建议呢，一定要穿舒服的鞋子，最好还是防水的那种登山鞋，因为你可能要远足，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是要踩到水的，所以是最好防水的鞋子。还有防晒也非常重要，防晒霜、墨镜、帽子、防晒衣一样都不要少，因为在山上的紫外线非常的强烈，就算你是冬天滑雪，也一定要做好防晒，戴墨镜。我这次就这个地方都被晒伤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穿舒服的鞋子，防晒衣。如果是春秋来呢，最好也带一个冲锋衣，防水防风都很重要。瑞士的插头是那种3个圆形的孔，因为我住在德国嘛，德国的插头是那种2个圆孔的。实际上你德国的插头带到瑞士也是可以直接用的，你只要忽略下面那个插头就行了。我自己亲测有效。当然如果你是从别的国家来的话，我就建议你随身带一个那种万能的转换插头，我有买一个，去任何国家都可以用。
瑞士的食物呢，大部分都是高热量的，芝士火锅、巧克力，所有带芝士的东西，在瑞士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瑞士的奶牛都是生活在阿尔卑斯的山上面，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好，所以他们生产的奶也是非常的好吃的。再加上瑞士有他们非常独特的做奶酪的方法，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去到瑞士要去吃他们的巧克力，吃他们芝士的一些食物。当然瑞士的什么肉啊、牛排啊，那些的质量也都非常的好。个人觉得在瑞士吃的所有东西我都很喜欢，但是比如像瑞士芝士这个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的。芝士的味道非常的浓烈，也不是每个人喜欢。如果你喜欢，它就是香；如果你不喜欢，它就是臭。所以如果你本身不喜欢芝士，你去点芝士火锅的话，千万不要，那你肯定吃不下，而且它非常的 heavy。因为瑞士天气很冷嘛，瑞士那边食物都很高热量，所以大家去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就是对牛奶过敏的话，你就不要去轻易尝试那边的奶制品。如果你对芝士很感兴趣的话，那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多吃一吃除了芝士火锅以外的其他的瑞士的食物，我觉得也非常的美味哦。因为瑞士不属于欧盟，比如说我是在德国生活的，那我在德国的电话卡呢，在瑞士的网络是用不了的，打开漫游，那个费用就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一般会在去瑞士之前，提前在网上买一个 eSIM。那我这次呢，在这个公司买的一个电子电话卡，它是一个数据的电话卡。那我这次的费用呢，是差不多花了20欧元，无限量的，就是我在瑞士这几天就随便用。建议大家呢，在去瑞士之前，提前就把那个电话卡搞定，这样你在瑞士不管是导航啊，或者需要查找餐厅啊，就会非常的方便。因为今天我们谁也离不开网络了，不是吗？像我这种 eSIM 啊，或者你直接去本地的店里面买都可以。记得你们去瑞士一定要把自己本身的那个电话卡漫游关掉，要不然就会很贵哦。大家都知道，在瑞士呢有4种官方语言，说的最多的就是德语，然后就是法语、意大利语，还有一个小众的罗马尼亚语，那个就可以忽略不计。但大部分的瑞士人这3种语言都是没有问题的。像我是从德国过去的嘛，那我基本上跟他们那边的人交流都是用德语，有时候也会用英文，他们都没有问题。基本上我碰到所有的瑞士人都可以说非常流利的英文，而且他们可以无缝切换各种语言。比如说跟我在说的德语呢，然后来了一个法国客人，他马上就跟他们用法语聊天，然后又来一个英文的或者是意大利文的，他们都可以无缝切换。我真的非常佩服他们那些人的语言能力，而且我碰到的所有瑞士人都非常的友好，所以大家去到瑞士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只要你的英文 OK， 别人能听懂就没有关系。一个人去瑞士旅行安全吗？因为我是一个人开车去的，我觉得瑞士的治安对我来说非常的安全。你去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你订的是一个好的酒店，因为好的酒店它的治安也非常的好。像天黑了之后，我是不会再去一些没有人的地方，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不管是在再安全、治安再好的地方，也需要保持一个警惕心，好吗？那我就祝你们在瑞士玩得开心。以上就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关于去瑞士旅行需要注意的事情，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如果你对我分享的内容很满意的话呢，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我再走啊。那我们下次再见，拜。